大家好，我是苏苏姐家的糖糖，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暖心多用抱枕猫咪款。本教程电子图解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趋势社进入查看。这款抱枕分为头、下半身、五官、脸部装饰、尾巴和配件。首先学习头的钩织方法，包括正面和侧面。先钩织正面，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来回往返钩织。用到的针法有 X 短针、CH 锁针，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先来认识一下表格，表格中用 R 加数字表示圈数， H 加数字表示行数，加减针情况说明这一列表示钩织当前这一圈时需要用到的针法以及加减针的情况。总针数这一列表示当前这一圈所有针法全部钩织完成后的总针数。为了方便大家看得更清楚，这里我用粗线做演示，颜色随机，具体的线材、配色以及钩针的型号，请参考对应产品的详情页和纸质图解。先打一个结，穿入钩针，调整线圈大小，左手挂线，接着开始起针，对照图解起对应数量的锁针。我这里起针数量较少，不做参考。起针完成后，接着钩第一行，倒2表示从倒数第2针开始，调锁针上方一根线，依次钩短针，一直钩完最后一个锁针位置。这样第一行就完成了。接着钩第2行，立一个锁针起立，逆时针翻转织片，挑下方短针针目不加不减钩短针。注意，因为织片翻面了，针目对应的是左上角的位置。总针数与上一行一样。这样第2行完成。继续钩第3行，立一个锁针起立，翻面，与第2行一样，也是挑下方短针针目不加不减钩短针。
第3行完成。后面剩余行数就按第3行的钩织方法对照图解钩完即可。如果中途一团线快用完时，需要重新接线，先钩一个短针的未完成针，钩针穿入，将线钩出，然后取出新线，直接绕线将线钩出，这样接线完成，短针也完成了。继续钩短针，钩织时将接线线头和预留的线头包裹住，一起钩织。包裹几针后，多余的线头剪断。大家按照图解将剩余行数钩完。完成后，钩一个锁针固定，结尾预留80厘米线头断线。穿入缝针，与第1行的入针位置卷针缝合。织物不要拧起来。第1针位置可以多缝2次。缝完后打结固定。藏好线头，这样正面的制作方法就讲完了。下面学习侧面，是在正面两侧的位置，分别接线逆时针绕圈钩织。用到的新针法有 A 短针减针，请看演示。取出正面，
我们先勾一侧的侧面，任意一侧接线，找到缝合位置，左侧一点，从这里开始接线，立一个锁针起立，同一位置钩一个短针，后面就是挑侧边边缘钩短针，一直钩完这一圈。完成后，可以数一下短针的数量，接着挑第一个短针针目钩引拔针连接，拉紧。连接的引拔针不算一针，需要拉紧。引拔针在表格中没有标明，实际在绕圈钩针时，结尾都要钩引拔针并拉紧，这样侧面第一圈完成。下面来钩第二圈，立一个锁针起立。这个起立针在表格中没有标明，实际在绕圈钩针时，每一圈的开始都要钩起立针。短针的起立针不算一针，可以稍微拉紧。接着，表格中的 BLO 表示后半针。一个针目有这样的2根线，靠近自己的这根线称作前半针，远离自己的那根线称作后半针。这一圈都是挑后半针钩织。注意，第一针的后半针线段稍微有点短，可以挑松一点钩织。先在下方针目上对照图解钩对应数量的短针。完成后，表格中是括号 5xa 括号乘3，这里的括号表示为一组，乘几表示重复钩织几次。先钩5个短针，接着钩一个短针减针。短针减针的钩织方法是：钩针先穿入左侧相邻位置，将线钩出，再穿入下一相邻位置，将线钩出。这样钩针上有3个线圈，绕线一次钩出。这样短针减针完成。括号里的一组针法 5xa 就钩好了。我再演示一次，先钩5个短针，接着是一个短针减针，
这样第二组针法完成。后面针法前面都演示过，大家就对照图解钩织即可。最后挑第一针针目引拔连接，这样第二圈完成。下面来钩第三圈，立一个锁针起立。这一圈是挑针目钩织，大家按照图解钩织即可。最后与第一针引拔连接，这样第三圈完成。后面剩余圈数，大家就对照图解一直钩完最后一圈的最后一针。我这里已经钩好了，结尾预留15厘米线头，穿入缝针，进行收针，将针从左侧第二针针目穿过，再穿回最后一针的后半针，稍微拉紧整理一下，最后打结固定，并藏好线头。这样一侧的侧面就完成了。另一侧侧面方法相同，大家按照图解钩完。这样侧面的制作方法就讲完了。下面学习下半身。分为手、脚和身体。先学习手，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逆时针绕圈钩织，中途需要换色。用到的新针法有 V 短针加针，请看演示。表格起针是环起，表示起针方法是环形起针。先单环起针，起针就完成了。接着钩第一圈，立一个锁针起立。在起针的线圈里钩6个短针，完成后收一下起针的线圈，直接拉紧，收紧织片中心，线圈就收好了。接着在这一圈第一个短针针目上钩一个引拔针，如果分不清楚，也可以从后往前数针目。是这个辫子，稍微拉紧，这样第一圈完成。
下面来钩第二圈，立一个锁针起立，先钩一个短针，接着一个短针加针，也就是同一位置上钩2个短针。一组针法完成，大家再钩2组。完成后，第2圈完成。第3圈是不加不减钩短针，大家一直钩完倒数第2针。我这里已经钩好了。完成后，因为第4圈需要换色，所以第3圈的最后一针需要换色。先钩一个短针的未完成针，钩针穿入，绕线钩出，这样短针的未完成针完成。取出第4圈要用的线材，直接绕线钩出，这样短针完成，换色也完成了。接着用新线引拔连接，记得带一下接线和原线的线头。第3圈完成，将原线预留10厘米线头剪断。后面剩余几圈，大家将它完成即可。完成后，结尾预留10厘米线头断线。这样一个手就钩好了，大家再钩一个，这样手的制作方法就讲完了，先放一旁备用。下面钩织脚，方法前面都演示过，大家按照图解钩完即可。我这里已经提前钩好了，注意一个断线，一个不断线。接着钩织身体，取出不断线的脚，先钩7个锁针，接着取出断线的脚，找到第1针位置，钩引拔连接，立一个锁针起立，连接的引拔针入针位置钩一个短针，这是第1圈的第1针，接着后面就是1针对应1针钩短针，完成后遇到锁针位置，调锁针上的1根线，依次钩7个短针，接着又在另一只脚上不加不减钩短针，
然后又遇到锁针位置，调锁针剩余的2根线，钩7个短针，也就是这一侧短针的入针位置。最后与第一针引拔连接，这样第一圈完成。后面大家就按照图解一直钩完倒数第2圈，这里我已经提前钩好了。下面来钩最后一圈，另一个锁针起立，先钩11个短针，接着取出一只手，捏扁，引拔针痕迹向后放置，钩针先穿入手边缘2个针目，再穿入身体针目，一起钩一个短针，这样就合并钩织了。接着再像这样依次钩3个短针，完成后又在身体上钩5个短针，接着取出另一只手，捏扁合并钩织4个短针，完成后将身体剩余针目钩完。
最后引拔连接，结尾预留50厘米线头断线。这样身体最后一圈就完成了，也连接好了手。取出适量填充棉塞入，这样下半身的制作方法就讲完了。将身体预留的线穿入缝针，接着取出头，找到头缝合处，捏扁后，会发现一侧较窄一点，一侧较宽一点。我们从窄一点的这一侧，从缝合处下面第一行往下数17行，用线标记。身体缝合占12行，所以再数12行，用线标记。缝在头的居中位置。缝之前先用线临时固定，我这里已经固定好了。手的这一面对着自己，缝合处痕迹向后放置。两侧位置大概18个短针左右。看一下头和身体是否协调。可以往里面加入一点棉花，看一看撑起来的效果。如果不协调，就稍微调整调整。合适后，将棉花取出，然后开始缝合。边缝合边取下临时固定的线。
这样下半身和头就缝好了。最后剪一根30厘米的线穿入缝针，在身体第4圈和第5圈上绣一个 X 形状。下面学习五官，包含鼻子、鼻头、眼睛支片、腮红、胡须、眉毛和耳朵。先学习鼻子，采用锁针起针的方式逆时针绕圈钩织，用到的新针法有 W 短针1针放3针，请看演示。取出线材，先锁针起针，接着从倒数第2针开始，依次钩9个短针。接着在最后一针上钩一个短针1针放3针，也就是同一位置上钩3个短针，然后旋转织片，调锁针剩余的2根线，依次钩8个短针，注意不要穿入这3针的同一位置。在最后一针上钩一个短针加针，最后与第一针引拔连接，这样第1圈完成。后面剩余圈数针法都演示过，大家按照图解钩织即可。最后预留40厘米线头用于缝合，我这里已经钩好了，先放一旁备用。下面学习鼻头，采用锁针起针的方式，先来回往返钩织，再逆时针绕圈钩织，请看演示。大家先按照图解，先钩完前3行，我这里已经钩好了，下面来钩第4圈，立一个锁针起立，在第3行的最后一针上钩一个短针，左侧侧边边缘第2行和第1行的针目上各钩一个短针，接着在起针剩余的2根线上钩一个短针加针，完成后调左侧边缘，依次钩2个短针，接着
挑第3行的第1针，钩一个短针加针。继续左侧依次钩5个短针，最后一针钩在第1针的入针位置，与第1针引拔连接。这样第4圈完成。第5圈就是在第4圈的针目上不加不减钩短针，大家将它钩完。完成后，预留30厘米的线头用于缝合。稍微整理一下。这样鼻头的制作方法就讲完了，放一旁备用。下面学习腮红用到的新针法有 T 中长针、SL 引拔针，请看演示。取出线材，先锁针起针，接着从倒数第2针开始钩一个短针，5个中长针，接着遇到括号，表示括号里的针法钩在同一入针位置，也就是同一位置钩一个短针，一个引拔针，不拉紧，最后预留15厘米线头缝合。这样一个腮红就讲完了，大家再钩一个，放一旁备用。下面讲一下眼睛织片和眉毛，方法前面都演示过，大家按照图解钩织即可。我这里已经提前准备好了，先放一旁备用。下面学习耳朵，分为内耳和外耳，都是采用环形起针的方式来回往返钩织，用到的新针法有 TV 中长针加针、F 长针。我先演示内耳的钩织方法，请看演示。大家先按照图解钩完前3圈，注意第1行完成后不与第1针引拔连接。第3行的中长针是钩在上一行中长针之间的锁针洞眼里。我这里已经提前钩好了。下面来钩第4行，先钩一个锁针起立，可以钩的松一点。接着翻面，在下方第1针上钩一个中长针，
接着左侧针目上依次钩3个中长针，一个中长针加针，也就是同一位置上钩2个中长针，左侧中长针之间的锁针洞眼里钩一个长针，一个锁针1针的隔牙拉针，先钩一个锁针，接着挑长针的前半针，和左侧的一根线钩一个引拔针，长针的入针位置再钩一个长针，接着左侧针目上依次钩一个中长针加针，3个中长针，一个中长针加针，最后钩一个锁针固定，结尾预留30厘米线头缝合。这样，一只内耳就讲完了。大家按照图解再钩一个，完成后放一旁备用。外耳钩织方法与内耳类似，大家就按照图解钩织即可。我这里讲一下最后一行中间位置，先钩一个长针，接着钩2个锁针，在倒数第2针上挑里山钩一个引拔针，也就是锁针背面的一根线。完成后，继续在长针的入针位置钩一个长针，后面就在左侧针目上按照图解钩织即可。一共2只，完成后也放一旁备用。这样耳朵就讲完了。下面来缝合五官，先缝合耳朵。先将内耳缝在外耳上，都是最后一行的正面对着自己。完成后，将外耳预留的线穿入缝针，缝在距离身体36行。头部两侧位置，一侧缝好后，大家将另一侧也缝好。下面
演示一下耳朵的缝合方法。注意内耳线迹不要落在反面，以免影响美观。完成后打结藏线。大家将另一个线头也藏好，这样一侧的耳朵就缝好了。大家将另一侧也缝好，这样耳朵就讲完了。下面将脸部上的五官大致放在正面看一下效果。眼睛支片放在距离身体16行的位置。两眼之间间隔7针左右。大致居中。眼睛支片反面朝上。腮红在眼睛两侧，距离1点点位置，也是反面朝上。
眉毛缝在眼睛上面，间隔3行。倾斜放置。我先演示眼睛的缝合方法，下面请看我演示。位置找好后，先涂一点点胶水固定，将眼睛预留的线穿入缝针，挑头部的几根线与眼睛织片缝合。完成后打结藏线。最后在织片上贴上成品眼珠。大家将另一只眼睛也缝好。腮红和眉毛的缝合方法与眼睛织片类似，大家将它缝好即可。下面演示鼻子和鼻头的缝合方法。鼻子我们需要先用线将织片临时固定在头上，距离眼睛织片1行左右，占据头部6行左右。需要缝出这样的弧度，所以先固定中间位置，大概4行距离，用头部颜色的线固定。完成后开始缝合，方法与眼睛类似，只是边缝合边塞入适量填充棉，剪1根线，抽取2股，穿入缝针，约中间位置出针，间隔4行入针，将中间固定住。
固定好后，开始缝合。快要结束时，在里面塞入适量填充棉。然后另取眉毛同色线，抽取一股，在鼻子上面根据自己喜好绣一些短线头作为斑点。
完成后，藏好线头，接着取出鼻头，缝在鼻子上面。方法与鼻子类似，只是有些缝在头上，有些缝在鼻子上。注意尖端这一侧向下，再入一点点填充棉，接着剪一根60厘米的眉毛同色线，穿入缝针，按照成品图位置绣3条长线段，作为弧须。另一侧按照同样方法绣制。这样五官的制作方法就讲完了。下面学习脸部装饰，分为创可贴、伤疤、囧字表情。创可贴大家直接按照图解钩织即可，完成后缝在头部、眉毛右侧，约6到7个短针，交叉缝合，反面朝上。接着对照成品图位置绣制伤疤和囧字表情。下面演示一下方法。下面先绣伤疤，剪一根30厘米的线头穿入缝针。先在左侧弧须位置绣一条长线头，
大概占据4行。横向5个短针的距离。绣出弧度，用胶水沾一下。接着在上面像这样绣4个小线段。完成后藏好线头，这样伤疤的绣制方法就讲完了。下面来绣囧字表情，剪一根创可贴同色线，我这里位置随机，大家对照样品图形状绣制，每一条弧线都是2条线组成。
完成后打结藏线，这样种子表情的制作方法就讲完了。这样脸部装饰就讲完了。下面讲一下尾巴。钩织方法前面都演示过，大家直接按照图解钩织即可。完成后，缝在身体后面，大约从下往上的第7圈针目上，捏扁缝合。大家自己将它缝好。大致居中，这样尾巴就讲完了。下面学习配件，分为内衬缝合、围巾和鱼骨头。先缝合内衬，请看演示。下面取出头，样品不做参考，将反面对着我们自己，也就是有缝合痕迹的这一侧，捏扁。会发现一个侧边会有2个点，取出内衬，从一个点对准，然后这一侧对折，沿着这个点对折，到另一个点结束。大家将多余的部分剪掉，右手侧边位置预留一部分，将多余部分剪掉。反面对着我们自己，将长的这一边重叠缝合起来，侧边先不缝合，剪一根60厘米白色的线，我这里颜色随机，抽取一股，穿入缝针，从边缘位置开始缝合，大家将这一长边
缝完。完成后，形成这样两侧都有洞。将内衬塞入头部，先将一侧与头部一侧边缘缝合起来。向里折一点，先固定线头，挑内衬折痕处，与头部反面几根线缝合。注意线迹不要漏到正面。大家将这一圈缝完，完成后打结藏线。接着，在内衬部和头部之间塞入适量填充棉，大致均匀的填充。
另一面也填充好。棉花筛好后，可以从内衬部这个洞眼里穿过，试一下，看是否合适。合适后，将内衬缝合起来。方法与这一侧相同。需要注意的是，可以将内衬扯一扯，使里面内衬不要皱起来。可以多缝一点。边缝合边试一下内衬有没有在里面皱起来。这样内衬的缝合方法就讲完了。下面学习围巾，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来回往返钩织，没有用到新针法，大家直接按照图解钩织即可。最后围在脖子处。最后取出鱼骨头，按照纸样修剪而成。最后塞入头顶，用胶水固定。我这里就不涂了。完成后，塞入。这样鱼骨头的制作方法就讲完了。到这里，这款产品就讲完了。如果大家在钩织的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苏苏姐家一针一线，享受生活乐趣。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